每天和同事一起吃隐婚老公的瓜，精彩内容一次一次刷新我的认知。我知道我们两个人一直隔着心，所以我一直都在偷偷避孕，生怕最后自己离得不坚决。想不到我还是怀了。真当我在考虑孩子的去留时，生一个孩子1个亿，以后真要是离了，孩子也还是你的，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。生不生？在陆川南的巨额报酬激励下，我生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周莹，不得了了！我刚刚去办公室时，看到总裁和秘书好暧昧。说这话的人是我的同事小李，我们两个人关系很好，经常分享各种奇闻异事，当然分享最多的便是隐婚上司的瓜了。我闻言忍不住挑了一下眉头，然后竖着拇指对着他说道：好眼福，你猜测的太对了，肯定莫干好事儿。哇哦！他一边说着，一边难掩激动地搓着手。我挑眉问道：咋了？你也喜欢总裁？没有，人家就是喜欢吃瓜。我撇了撇嘴，切了一声，然后便起身去了洗手间。到了下午5点，别人都在加班时，只有我到点下班了。别人都在拼命向领导证明自己的能力，只有我不用这样，因为我的工作不在明面上。我坐了40分钟的地铁，然后又骑了10分钟的共用单车到达了富人区，最后步行15分钟到达了别墅。这个别墅非常大，也非常奢华，里面有5个阿姨每天打扫卫生，不过她们只负责打扫卫生，而做饭的工作是我的。再有1个小时左右，我的老公，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陆川南就回来了。我们两个人是2年前领的证，领证后也一直没有办婚礼，所以我们等于是一直处于隐婚的状态。我对这个状态很满意，因为这样离的时候也不会让别人发现。我只是一个工薪阶层的女孩，我之所以能攀上陆川南，也是因为周家老爷子救过陆家老爷子的命。我犹记得那天，我正在烈日下发传单时，一辆豪车突然停在了我的面前。你是姓周，叫周莹吗？我愣愣地点了点头。啊，我是周莹，请您上车，我们总裁找您说点事情。我闻言有些震惊地看了一眼车上的男人，只见他穿着西装革履，梳着一丝不乱的头发，脸上还戴着一个墨镜，整个人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。就在我犹豫着要不要上车时，他突然开口道：快点儿，我的时间很有限。那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坏人啊？我壮着胆子说道。男人闻言，忍不住摘下墨镜看了我一眼。这辆车值300万，你觉得你有哪里值得我放着好日子不过，而去实施犯罪的？我闻言摸着车的手瞬间抬起来了。300万可不能随便摸，可是我传单还没发完呢。男人闻言忍不住再次皱了一下眉头，然后对着司机使了一个眼色。司机赶忙伸手抽走了我的传单，接着便开始发起了传单。这样总行了吧？男人冷声说道。我见状忍不住浅笑了一声，行了。男人，那就赶紧上车。我看着这车咽了一下口水，然后便小心翼翼地坐上去了。关车门，我伸手抓住车门把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车门关了一下。妈的，300万可赔不起。男人嫌我关得不好，所以伸出胳膊拉住车门，用力关了一下。这期间，他的身子离我特别近，我顿时屏住呼吸了。片刻后，他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。咱们长话短说，3个月前，
你为一个老人做心肺复苏，成功把他救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是。我天该不会要讹我吧？我的姿势虽然不太标准，但是我因为在养护中心做志愿者时，真的实打实救活过几个老人。男人，那个老人是我爷爷，他最近生病了，所以希望临死前看到我结婚生子。因为你的热心帮助，所以他一直对你印象深刻，并且想要让我娶你为妻。我闻言顿时忍不住瞪大了眼睛，这恐怕不行。我才23，刚刚大学毕业不久，还没考虑过结婚。男人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摘下墨镜再次看向了我。我今年28，比你大5岁，是家族企业的总裁，身价几十亿，你嫁给我绝对不会亏。我闻言顿时忍不住张大了嘴巴，身价几十亿的人要娶我，那不行，你们有钱人可爱离婚了。再说了，我是工薪阶层，根本配不上你。男人，你现在在找工作吧？你跟我结婚后，我可以给你一份稳定的工作，除此之外，每个月再给你开2万的工资。我闻言小嘴下意识地张成了 O 型，他可以给我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而且还要在每个月给我2万。我现在23，那等我那几年就有几十万了。男人见我还在犹豫，于是接着说道，离婚时，我会给你一套价值200万的房子。我闻言直接想也莫想，就赶忙说道，你说话算话。男人，我们可以起草一份协议，双方签字按指纹。我如果不遵守合约，你可以拿着协议去告我，也可以去电视台揭发我。我身价几十亿，几百万对于我就像几块钱，我没有必要拖欠你。我闻言赶忙用力地点了点头，对，我相信你。男人斜了我一眼，然后戴上墨镜说道，我爷爷时日不多了，这段婚姻存续不会太长，所以对你不会有太大的损失。那我的工作能定下来吗？这事儿得说准了，只要你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岗位，你就可以在那个位置上干一辈子。有五险一金吗？我忍不住问道。我们家是大企业，不但有五险一金，上班期间还管饭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我就喜欢管吃的工作。男人闻言忍不住抿了一下嘴角，明天先签协议，然后去民政局领证。明天？不然呢？行。我们2个人领证后，陆川南把我安排到了陆氏后，便去了外地办分公司的事了，所以婚礼也就搁置了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俩人也开启了婚后的分居生活。他对我这种小娃子没有兴趣，所以一直也没有那方面的要求。每个月1号，2万块钱准时到账。这个婚真的不赖，又不用伺候男人，还能领双份工资。直到1年后，陆川南开始断断续续回家了。我们2个人一开始还只是不太和睦的邻里关系，直到半年前，陆川南喝醉酒回到家，他晃晃悠悠地进入了客厅。我见状赶忙扶住了他。此时的我刚沐浴完，整个人散发着廉价沐浴露的香味。他迷迷糊糊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表情明显愣了一下。我觉得他应该没想到是我，毕竟每天都躲着他远远的。我扶你回房间。男人没有吭声。我把他的胳膊架在我的肩膀上，然后晃晃悠悠地把他这个大麻杆送回了房间。当我把他扶上床时，他连带着把我也带到了床上。我的小脸刷一下红了。他娘的，我长那么大，还是第一次和男人挨这么近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赶忙挣扎着站起身。就在我转身准备离开时，男人的双手突然按住了我的腰，紧接着我便被压到床上了。每个月加1万。说着他便不等我拒绝，便俯身吻住我了。不行。我开始剧烈的反抗。男人声音嘶哑地说道，现在已经容不得你拒绝了。
说着他便低头含住我的唇了。我会补偿你的，男人声音嘶哑地说道。紧接着，他便再次低头吻住我了。第二天床铺空了，就在我想要骂娘时，手机突然来了一条银行短信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，我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一时间，我心里的怨气瞬间消失了。我自认为我不值100万，毕竟我身材也没有那么好，除了皮肤白点嫩点，腰细点，也没有太出挑的地方了。陆川男出手这么阔绰，这让我想生气都气不起来了。从那以后，陆川男回家的次数也变多了。不过他一直看不上我的个性和能力，也觉得和我没有共同的语言，所以每次事后我就被他赶出了房间。我长得比较清纯可人，平时也不喜欢化浓妆，也不爱喷香水。或许这也是陆川男喜欢和我亲密的原因，因为真的足够干净。每天的晚饭是陆川男给我的任务，如果做不好他就会扣我的钱。我知道我们两个人长不了，陆老爷子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，等他死后，我估计也该卷铺盖卷走人了。所以现在我能捞多少是多少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不会在乎陆川男的绯闻，也不允许自己对他有一丝感情。忙活了1个小时后，饭菜终于做好了。地三鲜、鱼香肉丝、水煮肉片、凉拌时蔬，还有一个蔬菜豆腐汤。我只会这些家常菜，陆川男许是没怎么吃过这些，所以格外喜欢我做的菜。当我一切准备就绪时，陆川男的车也停在别墅外面了。我见状赶忙擦了擦手上的油渍，然后出门迎接自己的财神爷。陆总回来了。陆川男没有搭理我，而是直接把自己的包递给了我，里面有客户资料，帮我放到我的办公抽屉里。好的。我狗腿地拿着包给他开了门。带他进去后，我才拿着包去了书房了。等我出来时，陆川男已经开始吃饭了。我坐到了一边，然后拿起筷子吃了一口鱼香肉丝。今天的饭菜有些咸了，扣2000。陆川男冷漠地说道。狗男人，我差点没忍住骂出口。忍了片刻后，我又扯着嘴角狗腿道，我买了水蜜桃，一会儿切了让你清清口味。陆川男突然抬眼看向了我，今天我让你去送资料，你为什么没有去？啊？我当时在厕所，所以就让苏苏送上去了。陆川男，以后你要随叫随到，知道吗？我撇了撇嘴说道，知道了。陆川男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便低头继续吃饭了。吃完饭后，陆川男便去书房工作了，我则直接去卧室睡觉了。今天是例假第1天，所以我的小肚子格外的长疼。到了10点半，我睡得正香时，手机突然响了，为我没有看手机，便迷迷糊糊地接通了。过来。男人声音透着磁性，我顿时清醒了，睁开眼睛看了一眼手机，然后低声说道，我来例假了，你不还没到日子吗？我闻言忍不住瞪大了眼睛，这次提前了5天，再扣2000。说完那边便挂断电话了。我对着手机龇牙咧嘴地骂了好一会儿，这才把手机丢到床头柜上了。我很庆幸自己提前了，这陆川男一天天都不让人消停，导致我每天睡眠都严重不足。许是因为来例假了，所以我这一觉一下子睡到了早上8点。当我顶着鸡窝头出来时，陆川男已经穿戴整齐了。一会儿我通知人事部把你这个月全勤奖扣了。我闻言瞌睡瞬间没了，并且忍不住瞪大了眼睛，扣全勤奖是针对缺勤的人，我这顶多算迟到，可惜你的迟到被你顶头上司看到了，所以你只能自认倒霉了。陆川男一边说着，一边整理了一下领带。我强忍着怒气看着他，在短短的10个小时里，他就扣了我6000块，真是奸商十足的奸商。
陆川南斜了我一眼，然后冷声说道：“我给你15分钟刷牙洗脸。”他的意思是，他可以顺路捎一下我，不过我最好是快点。以前我也有幸坐过他的顺风车，不过他每次都对我各种嫌弃。关键是，我还要在临近公司1公里外下车，这段距离没有公车，我还得花10块钱打车，不劳烦陆总了。反正没有全勤奖了，所以我决定今天请1天假。说完我便转身回去继续睡觉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有骨气。结果20分钟后，我便接到自己经理的电话了。周莹，谁允许你请假了？我限你30分钟后出现在我的眼前，否则你就永远别来了。我万般无奈下，只能赶忙下床收拾洗漱了。打车去了公司后，迎接我的便是经理的滔天怒火。经理一般也不至于如此不近人情，显然是陆川南骂他了，所以他就把火转移到我身上了，导致我这一天心情更不好。再加上来了例假了，所以我就更加懒怠了。下午下班时，我正好看到陆川南带着朱秘书上了车。陆川南开车门上车时，正好和我四目相对，我马上像做贼一样的转身回到了公司。正是像做贼似的，窃世道光明正大的，这他娘的是什么世道？1个小时后，我终于回家了。例假第2天，往往量比较大，所以我真的一点也不想做饭了。我鼓足勇气给陆川南打去了电话，结果他却没有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那边电话突然打了过来，有事？我细声细语地说道：“我今天来例假量特别多，所以能不能今天先不做饭了？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说道：“可以，那就再扣2000。”我闻言忍不住心里问候了他祖宗18代，那您接着忙。说完我便挂断电话了。这个狗男人肯定是去偷人了，他那样的禽兽，是肯定不会委屈自己一天的。王八蛋猪狗不如的东西，老娘再让你碰一下，就不是。算了，干嘛跟钱过不去？关键是他也不容我拒绝。想到这后，我再一次忍不住骂道：“狗东西，王八蛋，猪狗不如！”到了半夜12点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。爷爷情况不好，你赶紧打车来老宅。我来不及细想，便赶忙套上衣服打车去了老宅。陆老爷子对我不错，一想到他可能真是出事了，我的鼻子就忍不住的泛酸。我来到老宅后，看到好几个医生护士，而陆川南正和医生沟通着什么。我的公公婆婆看到我后，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了。他们很不喜欢我这个小门小户的人，觉得我哪也配不上陆川南，所以一直对我态度不好。只有陆老爷子看到我后，温柔地招呼我过去：“莹莹来了，快到爷爷这儿来。”我赶忙凑到老爷子床边，然后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：“爷爷，您这会儿好点了吗？”陆老爷子：“爷爷没事儿，爷爷还等着抱曾孙呢。”我闻言忍不住惭愧地低下了头：“爷爷对不起。”陆老爷子：“不许对不起，你一定要给陆家生个曾孙出来，只有这样爷爷才能死得瞑目。”我忍不住红着眼睛说道：“好，我努力。”陆川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凑过来了，他握着我们爷俩的手说道：“爷爷你放心，明年就让你抱上曾孙。”陆老爷子闻言忍不住红着眼睛嗯了一声。我也很想满足老爷子的愿望，但是我也知道，我和陆川南过不长，我不想让孩子没有妈妈，所以我私下一直有在偷偷吃避孕药。第2天下班后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在看到是陆川南后，我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。喂，一会儿在前面路口等我。魏石魔，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，看看魏石魔怀不上孩子。我闻言忍不住皱起了眉头：“我没病，有病没病不是你说了算的。”说完他便挂断电话了。我沉着脸看着手机，他对我永远都是这样。
冷酷又霸道。我虽然不情愿，但是还是在走到路口时停了下来。不一会儿，一辆保时捷便开过来了。我不太熟练地打开车门坐了进去，随后车子便启动了，一路无话。到了一家私人医院后，我被迫做了很多检查。医生看着检查结果说道：“陆总，这位小姐身体很健康。陆川南，可以怀孕吗？”医生：“可以，但是怀孕这种事情，越着急越没有。陆总要顺其自然，你们二位还这么年轻，生孩子肯定没问题。”我们俩人出了医院后，陆川南看着我说道：“你也看到了，爷爷身体不好，他特别希望咱们有一个孩子，所以最近你要努力了。”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道：“陆总，要不这样，您可以和外面的人生一个，我也可以配合您演戏，让爷爷觉得这是我的孩子。”陆川南闻言脸色瞬间沉下来了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“我的意思就是，我不想跟你生孩子。陆川南，你开个价吧。”我闻言忍不住冷笑了一声：“陆总，我确实缺钱，也想挣钱，但是我不会卖自己的孩子。陆川南，没人买你的孩子，生完之后，孩子还是你的，而且你还可以得到一笔巨额报酬。那如果你跟我离婚了，你会让我带走孩子吗？”陆川南闻言忍不住皱紧了眉头：“你脑子里每天都在想什么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也很瞧不起我，我们不是一个层面的人，所以离婚只是早晚的问题。陆川南，也不一定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我可以。可是我不想安分守己，我希望我和我的丈夫除了有身体上的接触，还应该有心灵上的交流。其实你瞧不起我的时候，我也打心里特别不喜欢你。”陆川南闻言忍不住一把捏住了我的下巴：“你有种再给我说一遍。”我红着眼睛看着他说道：“我不喜欢你，也不喜欢现在的生活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，也不想每天被你欺负。陆川南，我每个月给你3万，你还有什么好委屈的？3万块钱只是你雇的一个私人保姆，这个条件是很优越。但是如今你要让我跟你生孩子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陆川南，这是你的义务，你可以找别人生，我也可以配合你演戏，而且这样你就可以找一个更优质的女人，对你下一代的基因也很有好处。陆川南，那你扪心自问，你对得起爷爷吗？爷爷只想要一个陆家的曾孙，只要是陆家的，他都是高兴的。陆川南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用力推开了我：“滚！”我红着眼睛推开车门下了车。片刻后，车子便扬长而去了。我走了半个多小时，才找到了一个公交站，坐车回到了家。陆川南一连几天没有回家，除此之外，网站上全是他和一线明星的绯闻。我觉得既然都已经说开了，以陆川南的脾气，估计也容不下我了，所以我就向公司递交了辞呈。现在我手里也有些存款了，所以我不想再伺候这位爷了。辞职信刚发过去，陆川南便打来电话了：“周莹，谁许你辞职了？我觉得既然都说开了，我也就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。你抽空回来一趟吧，咱们把离婚手续办一下。”陆川南，你是不是看到关于我的绯闻，所以就多想了？我赶忙解释道：“没有，真没有，我完全没有赌气的意思，这都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。确切地说，是我想了很久的结果。”那边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突然冷声说道：“爷爷现在情况很不好，你再等2个月，等一切尘埃落定后，我会放你离开的。”我顿了一下说道：“谢谢。”那边顿了一下，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几天后的晚上，陆川南突然醉醺醺地回来了，他晃晃悠悠地进了我的房间，然后直接倒在了我的一侧。我迷迷糊糊醒来，还没来得及彻底清醒，陆川南便压过来了。
我顿了一下，然后突然开始挣扎起来。陆川南按着我的双手说道：离婚时，我会多给你一笔赡养费。我刚要拒绝，他便低头吻住我了。事后，他靠在床头说道：我知道我以前可能态度不好，以后我好好对你。我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无力地说道：说这干什么？反正再过2月就离婚了。片刻后，男人的大手突然挑起了我的下巴，我被迫睁开了眼睛，看向了他。干什么？陆川南看着我说：周莹，我钱可莫少给，所以什么时候离婚只能我说了算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。我最烦你这种盛气凌人的样子。陆川南闻言，表情微微一僵。片刻后，他突然松开了我的下巴。之后的几天，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从前。我在偷吃避孕药时，发现药瓶里的药好像变多了。我没做他想，便直接含到嘴里一颗，然后就着水咽下去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陆川南对我的态度突然变了。他不再老提钱了，也不再老扣我工资了，对我的态度也不再那么冷漠了。那天晚上，他突然送给了我一条钻石项链。我说我不要，他便有些生气了。于是我只能放到梳妆台抽屉里，心想着等到离婚的时候再还给他。然而这似乎并没有完，他开始隔三差五地送我礼物，大到珠宝首饰，小到零食小吃，他都会带回家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我一直谨慎对待他的好心，毕竟狗改不了吃屎，资本家生来就是爱剥削的。然而2个月后，陆老爷子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好几次都下了病危通知书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过伤心的缘故，这几天我总是反胃想吐，而且还闻不了乱七八糟的味道。直到突然有一天，我因为低血糖晕过去了。醒来后，我发现自己躺在了病床上，而公公婆婆和陆川南则围坐在我的身边。爸妈，怎么了？看着他们一起看着自己，我心里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莹莹，你怀孕了，怎么都不告诉我们呢？婆婆激动地说道。我闻言忍不住瞪大了眼睛。谁？我怀孕了吗？对，已经怀孕1个月多点了。不可能，我明明每次都吃过事后药了。陆川南，怎么不可能？咱们都是健康的人，想要孩子还不简单。可是，我们……陆川南，别可是了。爷爷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，他现在整个人都精神了。我闻言顿时忍不住瞪大了眼睛。我还打算自己悄悄做掉呢，他这等于把我的后路都堵死了。陆川南把父母送走后，立马从兜里掏出了一个黑卡，这里边是1000万，你生下孩子再给你1个亿，如果离婚，孩子跟你过。我冷着脸看着他说道，如果我不生呢？陆川南，如果你不生，然后私自打掉孩子，就会面临着一笔巨额的赔偿金。我闻言瞪大了眼睛，你这是准备赶鸭子上架？陆川南，1个亿换个孩子，这孩子还永远属于你，这对于你来说，可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。我闻言忍不住眨了眨眼睛，好像是。陆川南，我会在公司公布你是陆太太，生产后，你可以直接入职公司财务总监。我闻言顿时震惊道，我不配吧？陆川南，陆氏老板娘，必须得是这个职位。我闻言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，我考虑考虑。等等，陆川南，怎么了？这个孩子不能要，因为我一直在吃避孕药。陆川南闻言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惊讶，而是忍不住勾了一下嘴角。3个月前，我就把你的避孕药换了。陆川南，你他娘的设计我！我忍不住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吼道。陆川南见状，赶忙抱住我说道，
乖乖，如果以后真的离婚了，孩子也会跟着你。不过我想，我们不会有那一天的，因为我喜欢你，真的好喜欢你。你放心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我被他紧紧地抱在怀里，这是他第一次和我说情话，但是我竟然该死地相信了。可能是因为他一般都是说到做到，所以他的情话应该也是这样吧。我不想再探究了，毕竟现在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在陆川南的巨额报酬激励下，我决定老老实实生下肚子里的孩子。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我这一胎竟然是一个同卵双胞胎，这让陆家上下可是高兴坏了。也正因如此，陆老爷子的精神头都上来了，身体机能也变降了。陆川南一直强调不让我上班了，但是我如今才2个月，所以想把最后这点工作做完再休息。这天中午饭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陆川南打来的。我犹豫片刻后，便接通电话了。喂，干嘛那么慢接电话？我工作呢。今天感觉肚子怎么样？没什么感觉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别墅那边送来了一些菜，你现在上来吃午饭。别了，让人看见怪不好的。有什么不好？过几天就办婚礼了，早晚得要知道的。要我说婚礼就别办了，怪麻烦的。而且我还紧张。紧张什么？你又不是小三，你会不会说话？关键是不办婚礼，对以后咱们离婚后的影响也都会小一点。废话少说，现在就给我上来。说完他便挂断电话了。我撇了撇嘴，然后便偷偷摸摸地上楼了。我敲了敲办公室门，里面传来了一声进。我看了一眼四周，然后便一个闪身进去了。我进去后，来不及看屋里，便赶忙把门关紧反锁住了。周莹，你干什么呢？鬼鬼祟祟的。朱秘书瞪大了眼睛看着我说道。我闻声赶忙回过头，正好对上了朱秘书愤怒的眸子。我找总裁有点事儿。朱秘书冷声道，那你反锁。朱秘书，谁许你这样和他说话的？陆川南冷声说道。朱秘书闻言紧张地说道，陆总，我是觉得他这样不好，而且特别打扰您工作。陆川南，是我让他来的，他就算是打扰也是我同意的。怎么你还想做我的主吗？朱秘书，没有，我没有要管您的意思。陆川南，出去。朱秘书，好好。说完他便赶忙出去了。陆川南看着站在门口的我忍不住骂道，你在那傻站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过来。真是的，别人凶你，你都不知道凶回去。我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把双手背到了身后走了过去。我阴阳怪气地说道，一直听说你和朱秘书有特殊的关系，怎么他现在已经不合你心意了？是吗？陆川南，谁告诉你他和我有特殊关系的？我眨了眨眼睛。陆川南闻言忍不住斜了我一眼。片刻后，他突然拿起电话拨通了人事部的电话，把朱秘书辞了。说完他便挂断电话了。现在满意了吗？我见状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说道，满意。陆川南，吃饭。哦。我们2个人正吃着饭时，我的部门经理突然来了。我的肉还没来及放嘴里，便赶忙放下筷子站起来了。晶晶，李经理一脸震惊地看着我说道，周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陆川南起身直接把我按回座位，然后冷声看着经理说道，你有事吗？没事儿，出去。经理眨了眨眼睛，然后便赶忙退出去了。完了，我们经理都看到我了，回去肯定会审问我的。陆川南，你是老板娘，你怎么这么怂呢？我可不配当老板娘。陆川南，你现在怀了我的孩子，没有人比你更配了。我撇了撇嘴，这可没准，能生孩子的女人多了。陆川南，那你见过我除了你之外，还有别人吗？
我闻言忍不住斜了他一眼，2个月前你的绯闻挂了3天的热搜。陆川南，我那是为了气你。我翻了一个白眼，我信你个鬼。陆川南闻言忍不住伸手按住我的后颈，然后凑近我说道，你信不信我？你都不能和我离婚，永远都不能。说完他便吻住我了。我突然做了一个干呕的动作，陆川南惊得赶忙松开我了。我有这么臭吗？俄约紧接着，我便抱着垃圾桶吐起来了。陆川南手足无措地看着我，哗哗全吐了。他忍不住说道，去医院吧。不用约，看来以后不能接吻了。我一听接吻，顿时又忍不住吐了起来。下午我去上班时，我们部门员工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但是他们谁也不问，搞得我都没法编瞎话糊弄过去。就在这时，公司网站突然发了一张结婚证，而证件的男女主人公正是我和陆川南。这一下，全公司的人都忍不住沸腾了。周莹，你和老板都领证2年了，竟然都不说一声。周莹，你可真是……哎呀，你喝不喝咖啡？我去给你倒。周莹不喜欢喝咖啡，她喜欢喝奶茶，应该叫老板娘。你们怎么能直呼老板娘大名呢？对对，老板娘，都离老板娘远点。老板刚刚发消息说，老板娘怀孕了，而且还是双胞胎。哎呀，陆太太，您可真是好福气啊！我尴尬地接受着大家的恭维，这一切比我想象的还要尴尬。如此一来，我只能回家待产了。双胞胎的孕肚比平常的会大一些。为了我的安全，陆川南上班时随时看着监控，下班后就立马回家。几个月后，我剖腹产下了2个小男孩，这下陆家上下更是激动坏了。我以为陆川南会卸磨杀驴，然而陆川南却对我越来越好。于是2年后，我一感动又再次给陆川南生了一个闺女。这下我们一家子算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，是圆满了。